漆黑的夜空，一道庞大的身影缓缓升起，8台喷气发动机同时轰鸣，机舱内挂满炸弹。这不是未来科幻片里的怪物，而是一架在1952年首飞的轰炸机。而在今天，同龄的飞机早已进了博物馆，可它却依然是美国空军的现役主力。你能想象吗？这架 B-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飞了整整70年，还没退役。为什么冷战时期设计的它，今天还能继续飞？它靠的仅仅是升级改造，还是独特的设计优势？又为什么美国宁愿让它一直服役，也不愿意轻易退役？大家好，这里是 High Weapon， 我是 Jason。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B-52轰炸机冷战遗产，至今未退役的空中堡垒。时间回到20世纪50年代初，冷战的阴云已经悄然笼罩了整个世界。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竞赛进入到加速阶段，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可能改变战争的胜负。当时，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力量面临严重困境。B-36和平缔造者虽然能够跨洲飞行，但它的速度慢得可怕，最高时速只有700公里，完全跑不过苏联新一代的喷气式战斗机。另一边， B-47同温层喷气轰炸机虽然速度更快，但航程不足，根本飞不到苏联核心地带。对五角大楼来说，这就是生死级的缺陷。如果不能确保能把氢弹送到莫斯科头顶，美国的核威慑就等于虚设。于是美国空军抛出了一个几乎苛刻的需求，他们要一架能在高空长时间巡航的战略轰炸机，它必须能够跨越大西洋，甚至从北极方向进入苏联，全天候作战，不论白天黑夜，不论风雪雷暴。更关键的是，它必须能挂载当时体积庞大的氢弹，一次甚至要能带上多枚。波音公司接下了这个任务。最初的方案其实只是一个直翼螺旋桨飞机，看上去更像加大号的运输机，而不是战略轰炸机。但随着冷战的对抗升级，美国空军高层要求全面升级，必须换上喷气发动机，必须采用后掠翼设计，以便兼顾速度与航程。经过数次推翻与重置，最终的样机才逐渐成型。这就是后来的 B-52，它的正式名字叫做同温层堡垒。名字背后的寓意很直白，这是一座飞在高空同温层里的空中堡垒，它能飞越敌人所有的防线，在数千公里之外精准投下核打击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B-52轰炸机会成为冷战核对抗的象征。它不仅仅是一架轰炸机，更是一种战略信号，告诉苏联，美国有能力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发动毁灭性的报复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 B-52并不是诞生于技术进步，而是诞生于恐惧与焦虑。冷战时代的核阴影把这架飞机硬生生逼了出来。从今天的眼光来看， B-52的外形有点笨拙，细长的机身，巨大的机翼，外侧吊挂着8台发动机，看上去像一台古老的钢铁怪兽。但正是这些设计，让它成为冷战初期最可靠的战略武器。首先是那台惠普 J57涡喷发动机。为什么要用8台？因为当时的单台喷气发动机推力不足，没法支撑这样一架超过200吨的庞然大物。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口气上8个。这种思路在今天看似荒谬，但在1950年代，它是最实际的解决方案。于是 B-52就成为了世界上少有的8发动机轰炸机。第二个关键是它那长达56米的机翼，这对巨大的后掠翼赋予了它超乎寻常的航程与升力。它能不加油飞行超过14000公里，加上空中加油，几乎能覆盖地球任何角落。并且这双机翼柔性极大，在地面时会自然下垂，看上去像塌肩膀。而当它飞上高空，机翼又能上扬数米，像巨大的鸟翼一样伸展开来。这种活的机翼让 B-52能以相对较低的速度长时间在高空巡航。驾驶舱里最初的 B-52机组多达6人，2名飞行员，1名导航员，1名雷达操作员，1名电子战军官，外加1名尾炮手。这在今天看上去繁琐，但在冷战年代，这是确保飞机在极端条件下也能正常运作的冗余保险。毕竟它不是普通飞机，而是一架随时可能投下氢弹的战略武器。
如果把 B-52和同期的轰炸机对比，比如苏联的图95雄式、英国的火神，就能看出它的独特之处。苏联的图95雄式选择了螺旋桨涡桨发动机，噪音极大，却换来了惊人的航程，至今也还在飞。英国的火神轰炸机则采用三角翼布局，追求更高的速度和高空性能，但航程不足，寿命也不长。相比之下，波音给出的答案是不追求极致速度，而是追求稳定、远航与重载。于是 B-52成为了一架速度不快，但能飞得最远、带的最多的战略平台。也就是 B-52的设计奇迹，它并不先进，也不优雅，但却足够实用。而这种务实的设计哲学，也为它之后能飞70年，甚至未来能飞上100年，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。如果说冷战的设计让 B-52诞生，那么战争则让它真正走进历史。这架庞然大物不只是摆在机场的战略威慑工具，它一次又一次被推上前线，书写了超乎想象的战斗履历。越南战争是 B-52轰炸机第一次真正走上战场，它因地毯式轰炸而闻名，成为越战史上最具争议的武器。从1965年开始，美国对越南北方展开滚雷行动， B-52承担了最具争议的一环——地毯式轰炸。成群结队的 B-52从关岛、泰国的基地起飞，长途飞行后在越南上空投下数十吨炸弹。它并不瞄准具体目标，而是用炸弹直接覆盖一整片区域。丛林被夷为平地，补给线被彻底摧毁，甚至整个村庄在一夜之间消失。这让 B-52在冷战史上留下了一个恐怖的代名词——地毯轰炸机。在越战后期， B-52甚至成了越战士兵心里的阴影，他们把它叫做空中死神。而在冷战时期，它的角色更具象征性。B-52是美国核三位一体中的重要一环，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随时待命，但 B-52的存在让核威慑变得看得见。在1960年代，美国空军曾实行过一种叫杜个圆顶的核巡逻计划，几十架 B-52带着实战核弹，24小时不间断地在空中巡航。他们从美国本土起飞，绕飞北极圈，进入苏联附近的空域，随时准备在接到命令的第一时间把氢弹投下去。想象一下，在冷战最紧张的年代，天空中永远有几架飞机带着末日武器在飞，这本身就是人类历史最危险的日常。进入1990年代，海湾战争爆发，世界已经进入精确制导武器的时代。外界普遍认为 B-52这种冷战老古董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。B-52轰炸机再次证明了自己，它从本土飞行14000公里，用巡航导弹和 GDAM 精确制导炸弹打击伊拉克，结果它依然在战场上扮演了核心角色。这是有史以来最长距离的作战任务之一，也让全世界震惊。一架上世纪50年代的轰炸机，居然还能在高科技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。甚至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里， B-52依旧老当益壮。它不仅用巡航导弹打击防空阵地，还负责威慑性打击，一次投下几十吨炸弹，把整个战区的心理防线摧毁。有趣的是，战场数据显示统计， B-52摧毁的坦克数量比战斗机还要多，这让它获得了另外一个外号——空中装甲杀手。从越南的丛林到中东的沙漠， B-52几乎参与了美国冷战以来所有的主要冲突。它不再只是冷战中的核威慑符号，而是真正成为了空军的多面手。这也是为什么当许多同期的轰炸机早已退役报废， B-52却一次次被拉上战场，并且从来没有缺席。如果说战争证明了 B-52的价值，那么不断的升级则是它能活到今天的根本原因。一架飞机能服役70年，本身就是个奇迹。而 B-52之所以能做到，是因为它几乎经历了每一个时代的技术唤醒。最初，它只是个核弹卡车。1950年代的 B-52主要任务就是把巨大的氢弹扔到目标上空。那时候的武器形态还很原始，自由落体式核弹体积庞大，精度有限。B-52需要飞到敌国腹地上空，直接开仓释放，这当然危险至极，意味着它必须硬闯敌人的防空火力网。很快，它迎来了第一轮导弹化升级。进入1970年代后， B-52开始装备 AGM-86空射巡航导弹，这种武器射程超过2500公里，带有核弹头或常规战斗部署。有了它，
B-52不必再冒险冲进防区，而是可以在数千公里外远程开火，这让 B-52轰炸机成为真正的远程导弹卡车。在冷战后期，美军曾经一架 B-52挂载过20枚 AGM-86巡航导弹，再加上内部挂载，几乎能一口气覆盖到一个国家的战略目标。航电系统和雷达也随着时代不断更新。早期 B-52的导航主要依靠人工操作和机械设备，精度有限。到了1980年代，它换装了全新的 AN、APQ 系列雷达以及数字任务计算机。进入21世纪后，部分 B-52的座舱甚至升级成了玻璃座舱，配备多功能显示器。换句话说，今天的 B-52内部灵魂已经完全现代化，和冷战初期那台模拟怪兽几乎没有可比性。电子战能力的加持更是它生存下来的关键。B-52曾经以尾炮防御著称，1972年时甚至用尾炮击落过一架米格21战斗机。但随着空空导弹的发展，这种硬碰硬的做法不再现实，于是美军给它加装了各种电子战吊舱和干扰设备，让它能在敌方雷达和导弹面前隐身片刻，争取生存时间。这让 B-52在面对现代防空体系时依旧能有一席之地。进入新世纪，它的武器种类更是爆炸式扩展， GDAM 精准制导炸弹、激光制导炸弹、反舰导弹乃至高超音速武器测试平台，只要美军有新的武器，基本都能挂在 B-52身上。这就是它最大的优势，机体足够大，外挂点足够多，升级空间几乎无限。有军事评论员戏称 B-52就像一个飞行测试平台，只要你能造出来的武器，它都能帮你试一遍。而更重要的一步升级正在发生， B-52G 改造计划，它将换装全新的 F-130发动机，彻底焕发第二春。美国空军计划为 B-52换上全新的罗伊斯 F-130涡扇发动机，相比老旧的 TF-33发动机，新引擎油耗更低，寿命更长，还能降低维护成本。美军预计这些升级完成后， B-52可以继续服役到2050年甚至更久。这意味着未来天空中飞行的 B-52可能已经是 B-52G 型号，一架真正跨越世纪的空中堡垒。从自由落体核弹到巡航导弹，从模拟航电到数字化座舱，从尾炮防御到电子战吊舱，再到今天准备发射高超音速武器， B-52的升级路线本身就是一部航空史。它就像一架不断被移植零件的老兵，虽然机体老了，但血管和器官却在不断更换。这也是为什么70年过去了，它仍然能保持战斗力。当我们回顾 B-52的70年历史，会发现一个令人意外的事实，它从未真正被取代。无论是冷战的高峰，还是21世纪的高科技战争，美国空军总能找到理由让这架老古董继续飞下去。为什么美军不退役 B-52？答案看似简单，却直击战略核心。它更便宜、更可靠、更灵活。相比之下， B-1B 枪骑兵轰炸机曾经被寄予厚望，它以高速突防为卖点，但复杂的可变后掠翼设计带来了极高的维护成本。结果，美国空军后来干脆停飞了 B-1B 的核任务，让它转型执行常规打击。B-2 幽灵是冷战末期的巅峰之作，隐身能力惊人，但造价高得离谱，一架就要20亿美元以上。正因如此，美国只造了21架，如今大部分已经退役或封存。而正在研制中的 B-21突袭者，虽然号称未来的战略继承者，但数量有限，真正成规模服役还需要很长时间。在这样的对比下， B-52反而显得无比实用。它一次能挂载几十吨炸弹和导弹，可以执行从核威慑到常规打击的几乎所有任务。它的机体简单，维护容易，出动率极高。更重要的是，经过几十次的升级， B-52完全能兼容最新一代的武器系统。换句话说，它没有被淘汰的理由。从战略角度看， B-52还有一个独特的地位，它是核三位一体中唯一可见的那一环。洲际导弹藏在发射井里，潜射导弹藏匿在深海里，只有 B-52能真正飞到天空，挂着核弹在世界各地巡逻。这种可见的核威慑不仅对对手是一种警告，对盟友更是一种心理安抚。它告诉世界，美国有能力也有意志随时发动战略打击。正因为如此， B-52已经不只是武器，它还是一种象征。它象征着美国空军的连续性，冷战的恐惧，越战的残酷，海湾的高科技战争，它全都经历过。
它也象征着一种战略哲学：先进未必能取代一切，真正可靠的才会活得最久。有趣的是，飞行员和维护人员之间流传着一句话：老兵不死，只是慢慢升级。B-52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它既不是最快的，也不是最先进的，但它是最持久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当 B-1B、B-2的身影逐渐淡出时， B-52依旧能够稳稳地停在机库里，等待下一次任务。按照常理，一架飞机服役20-30年就算长寿，超过40年基本就该退役。但 B-52再次打破了常识。美国空军的最新计划显示，这架冷战初期的轰炸机还将继续飞至少30年。关键在于 B-52G 改造计划，未来的 B-52油耗更低，推力更强，寿命也更长。配合最新的数字化座舱和全新雷达系统，它将摇身一变成为 B-52G。换句话说，虽然机体框架依旧是上世纪50年代的钢铁骨架，但它的心脏和大脑都将彻底被更新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 B-52还被规划为新一代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平台。在未来的战场上，它可能不会再深入敌方防空圈，而是作为一个空中导弹卡车，从数千公里外投射毁灭性的打击。这意味着它不仅不会过时，反而可能会成为高超音速战争中的关键角色。如果一切顺利，到2050年代， B-52的服役时间将突破整整100年，这将是航空史上前所未有的记录。想象一下，一架在1952年首飞的轰炸机，居然还能在21世纪中叶继续飞行。它见证了从氢弹到高超音速导弹的时代跨越。它飞过冷战、越战、中东战场，如今还要迎接未来的战争。然而，这也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：为什么一架老古董还能撑到今天？是因为它的设计过于超前，还是因为美国没有更便宜、更可靠的替代品？B-52轰炸机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100年军机，它或许会在2050年代继续飞行，跨越整整1个世纪。这到底是航空工程的奇迹，还是战略妥协下的无奈？答案也许只有等到它最后一次起飞才会揭晓。今天我们一起聊了 B-52的传奇，一架飞了70年的轰炸机，未来还可能飞到100岁。你觉得这是一种奇迹，还是一种妥协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已经开通了 Hype 功能，也欢迎给我们的视频投上一票。你的支持是我们创作的最大动力。这里是 High Weapon， 我是 Jason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